大家好，我是 Frank， 欢迎收看人生课堂。今天我要说说投资，投资在自己身上，投资在生活和投资金钱。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请问你是一个短期投资者还是长期投资者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？我偏向相信短期投资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东西，而长期投资是一个非常有利、非常有价值的东西。我并不只是指股票，虽然股票也非常适用于这个区域，但我不是一个股票投资专家，所以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在这里提供建议。我所谈论的投资是投资在你的生活和你自己中。我发现大多数的人们的注意力都非常的短暂，他们会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又离开它，并跳去做其他新的事情。他们往往做一件事跳到另外一件事，这就导致他们会产生一种短期投资的思维。这对于要创造一个持久的成功，比如财务上的成功、健身，或者任何一种非常有价值的长期投资来讲，都不会有很好的效果。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投资在你的事业上。Cal Newport 出过一本书叫做《一技之长才有人生的筹码》，他在那里谈论了建立职业资本。为了得到你事业上的快乐和成功，你需要做的是，你必须开始投资它，并建立起让你有鹤立鸡群的技能。然后你就有资本去找你的雇主要求加薪，或者可以开始收取顾客更多的钱，或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上扩展你的业务。阻止你做以上事情的障碍就是你有没有需要的技巧，你有没有知识和诀窍等等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好好建立这些东西，好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。因为无论是在职场、业务，你之所以可以赚钱，是因为你正在为其他人提供价值。这是一个价值交换，你通常会得到比你提供更少的价值作为回报。所以要做到这一点，提供价值给其他人的话，你就必须有价值资格。所以你必须建立你的技能。比如说你是一个艺术家，然后你想要在事业上做得更好的话，你就得让自己善于做设计和艺术，而不是善于与其他人聊天之类的。虽然这些可能有用，但如果你是一个作家、艺术家、设计师等等，你还是把自己的技能变得更加的熟练更好，因为这样呢，别人就会给你更多的报酬。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公司的汽车、4周的假期和健康保险，那么你最好能提供给你雇主很多的回报，这就意味着你提供了更棒的写作或画图设计。这是一个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好起点。为了培养职业生涯的技能，通常是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，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纪律才能做到这一点。想想如何投资你自己，如何更有价值地使用你的时间。不要去想加工钱可以让你富有，存钱可以富有，或赢了大奖你就可以富有。这些东西都不会让你变富有和成功。能够使你变富有和成功的关键就建设在你的大脑里面，因为技能和知识都是在建设你的大脑。当你越能建立你的大脑，得到更多对其他人来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的时候，这就可以让你持续发财。因为当你有很少人可以从你身上带走的知识和经验，然后呢，同一时间所有人都想从你那边得到知识和经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它来进行交易。特别是现代社会，重要的是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。当你试图优化你的时间并有效地使用它，你的时间、你的一天、你的一周，请计划更多的时间来提高你的技能，增加你的经验。这样的话，在长远时间里会让你变得更好、更有价值的资产。你必须更加注重长远，而不是短期的即时满足。因为当你正在把自己变成一个宝贵的资产的时候，成功的大门就会为你而开。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高级别、更高层次的投资，就是你需要更专注的抽象的投资。比如艺术家的具体技能是学习画画或者 Photoshop， 这些都是那种你想要开发的技能。但是你或许需要考虑你的软性技能 soft skill， 因为它们实际上可能会更重要。软性技能比如人际沟通技能，比如你的业务涉及出售艺术，你就必须可以和顾客谈心，你必须变得很有趣，你必须娱乐他们，你必须懂得政治，你必须精明，
机智，才能得到你想要的成功。所以当你画一幅画的时候，你不会突然间变成毕卡索，变成很富有出名，这些东西都是有营销成分涉及在里面的。你必须满足公众期望才能取得成功。所以你需要什么样的软性技能？那我用另一个方式来问你，你是谁？你如何改变自己来达到你所看到的位置？你那个成功的位置，被顾客所喜爱的艺术家等等。你可以考虑发展出幽默感、商业敏锐等等。你得想想一些可以改进你自己的方法。也许你可以读一些喜剧书籍，开始与你的朋友一起练习这些东西，开始把它带入你的生活，开始去参加人际交流的场地。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些很小的内心戏，真正的内心戏是很深也很抽象的东西。就比如到底什么阻止了你成为很好的艺术家？你的创意来自哪里？因为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创造力和原创性都是很主要的事情，甚至超越于其他的价值。所以你得知道如何重新连接你的创意，如何提高你的创造力，开始思考你可以做什么才能变得更有创意，让你全天都感觉都有创意，然后你开始构建你的生活来得到更多的创意。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，也许你有一些东西在阻挡你，可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，比如你画了一幅画，但它没有出售出去，并因此成为一种限制你自己的东西，让你觉得自己很烂，阻止了你的成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必须做的是正确的处理这些问题，去找到你的信心。你必须找到一种感觉，对你的创意充满信心。其实这并不很难，你只要想办法弄清楚挑战是什么。首先，一开始你需要有一个远景，然后开始你把这些远景分配成小小的步骤，然后你就可以采取这些小小的步骤，慢慢的完成你的远景。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信心，你可以开始绘画18%非主流和古怪的东西，然后你将向其他人展示你的绘画。刚开始你会得到他们的意见，然后你需要在精神上告诉你自己，每一次你走出你自己的舒适区，做这些奇怪类似的工作的时候，你都不会太在意别人的意见。一开始可能会很难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就会更加舒适的向其他人表达你是谁。也许你会从18%升级到20%，然后20%升级到30%。你慢慢的试试水温，你就会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对自己的创意表达得更有自信。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，这可以实际上呢用于任何的地方，减肥、营养、商业、职业、人生发展目标、关系目标等等。好好的投资你自己，开发你的内心游戏，这样你就可以改变自己，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。这样你就会得到持续的改变，不只是行为的改变。你是可以做行为改变的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你会后退，并回到以前的行为，因为你根本没有解决最潜在的问题，那就是你如何看待事情和思考的方位。你的想法，你如何看待关于你做什么和多少努力会成为你整体成功贡献的时候，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很关键的。这区别于长期和短期之间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。比如你不只是思考，这只是1个小时的健身，这1个小时的健身是不会改变什么的。你把你的思考换成这1个小时的健身是通往你梦想身材的一小步，并坚持的看远的做下去，你总有一天会看到成果的。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1小时多浪费啊，我可以去做其他东西等等，但请你想想，如果你每天都坚持1小时的话，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值得的？你一生的健康到底值不值得这个时间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思考到底该投资什么在你身上，开发这些抽象的价值、自我成长的东西，如何得到情绪稳定的东西，也许也是得到创意和更好和平的生活。本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可以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和订阅人生课堂。谢谢您的时间。